嗨，大家好，我是木頭人。今天我要來開箱一個很實用的工具哦。有帶鋸機的朋友啊，常常會碰到需要剖掉的問題哦。通常我們手持要剖木板啊，其實在推送過程中哦，我們很難從頭到尾一直維持一個很穩定的力道，常常在木板剖開之後啊，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斷差，而且在送料過程中啊，也會覺得蠻危險的哦。所以我一直想買一個帶鋸的送料機，所以我前陣子在網絡搜尋的時候，就找到了這個產品哦。這個送料機還是台灣的廠商做的哦。我這個廠商主要是在做外銷啊，國內並沒有看到他在販售哦，所以我就去跟廠商聯絡了，我看能不能賣我一台。因為有時候外銷的廠商哦，對我們這些國內的買家哦，如果只是買一兩台，可能不會理你。我在購買這台機器的同時啊，我也跟他表明的說，其實我可以幫台灣的 DIY 用戶啊做一些推廣，我可以辦個團購什麼的。那這個廠商啊，他們收到訂單之後才會開始製作。所以通常都沒有現貨。那這個機器我等了1個月才收到。今天我就來開箱操作給大家看，看這一台送料機好不好用。我刻意找了一個比較小型的尺寸哦，因為像我們這種 DIY 的玩家哦，我們的帶鋸機通常不會很大，外面那種工業級的送料機哦，其實不適合我們。而且那種大型的送料機，它的電壓是很大哦。那我現在找到的這一台哦，它的電壓是110伏哦，那當然也有220伏的機種。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是送料機的本體哦，它其實不大哦。那我比較好奇的是，像這樣子的小型送料機哦，對我們這些 DIY 玩家到底有沒有實質的幫助？那除了這個本體以外哦，它還有附一個鐵架，這個就是要鎖在我們的帶鋸機台面上。那還有一些螺絲配件之類的，還有一個說明書。那因為是台灣的廠商啊，所以它的說明書是有中文的。那現在我就要現在把它安裝到我帶鋸上面去。把這個把手給轉進去，在安裝以前要先把這4個螺絲給拆掉，把這個底座給拿出來，把這底座抽出來。廠商附的這個底座啊，剛好卡在這個帶鋸的這個角落。那這裡有幾個孔位哦，可以鎖在這個台面上。不過因為我這個帶鋸上面沒有現成的孔位啊，所以要先鑽孔，然後再攻牙。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點麻煩了，所以我想先用夾的方式哦，把它固定在台面上。我來試試看能不能用這種方法哦，這樣我就不需要固定在台面了。在這裡我會使用這種 C 型夾哦，來固定看看哦，看需要夾到幾隻哦。再加一支比較大的看看，覺得好像夾持力不太夠。基本上這樣子夾着哦，我覺得它的強度就很夠了。我想是可以不需要鎖，我這樣以後有需要拆掉的時候也比較方便哦。那接下來把這個底座給擺上來，它這個底座有2個孔位可以鎖，先大概比一下位置哦。像這個看這個基座要在什麼位置，因為它這有一段距離可以調整哦，看要放這裡還是放後面。我剛剛看起來我這個帶鋸大概要偏後放一點，先鎖這樣子哦，等一下位置有變哦再來調整。再把這螺絲鎖回去。那其實剛剛如果是用夾的方式哦，其實這4個螺絲也不用拆啦，直接底座先夾上去就可以了。這樣子就安裝好了。安裝其實還蠻容易的。如果沒有要攻牙的話，基本上很快就完成了。我接下來就要調整哦這個壓輪哦最外側跟這個鋸片的距離哦。那官方說明是要把壓輪的最高點哦，跟這個鋸片大概距離1公分哦，所以我要把它移過來。我們就要把剛剛固定的那2個螺絲再鬆開哦，再把機器往前移。哦，像這樣子往前移一點，像這個最高點跟鋸片的距離大概1公分左右。哦，這樣其實就差不多了。那一開始基本設定哦，它的料輪跟鋸片的距離是大概半公分左右。那這個部分是可以做調整的。
廠商會附這3個 U 型的金屬塊哦，可以把這機器哦往外搬，這個 U 型的鐵塊哦就可以卡到這個槽裡面，然後它的距離就變大了，所以要調整還蠻容易的哦。然後我再把它拿起來，就變這樣，放一個大概是這樣，放2個，放3個，所以在微調上其實還算方便的，我不需要拆卸螺絲哦。好，那現在差不多了，我就可以来開機試試看。這個料輪哦，它是可以調整的。那現在我的距離是比較大的，那它可以調到比較近哦。那我現在就先不調整它。這一邊是開關，往右轉就打開了，按下去就關起來。打開之後再去調整這個轉速，它的轉速是可以微調的。哦，最快是這樣子。它通常破料都是用慢速啦，就依據你的鋸片力度來調整它的轉速。現在我來試切看看咯。切起来的效果很棒哦。刚才我这樣試下來哦，基本上這個固定座使用這種 C 型鉗去固定其實就夠了哦。你不一定需要在台面上做鑽孔啊。哦，如果你有辦法自己鑽孔攻牙，那當然是鎖住是最好啊。那我後來把這個 C 型鉗哦換成比較大的哦，我覺得這樣感覺比較保險哦。我這樣用起來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那之後我的做法哦，這個 L 型的底座我就不會拆了，我會把固定上面這個機器的螺絲哦，把它拆掉。那我要用的時候，機器放上來，2個螺絲鎖住就好了。我這個底座就永遠固定在這了。再來切一塊削南板。切起来還不錯吧？這個位置放鐵環就是控制木料厚度。那這裡有個螺絲哦，如果把這個螺絲哦往這個方向退哦，就可以把這個彈簧哦逼得更緊哦，就可以控制這個壓輪壓齒的那個力道。如果覺得夾持力不夠強哦，就是要把這個螺絲往這個方向退。在使用上比較注意的情況哦，就是小心這個壓輪哦被這個鋸子給鋸到。那鋸子跟壓輪最高點距離是1公分嘛，可是如果我把彈簧旁邊那個螺絲鎖緊一點，讓它靠的力氣強一點，它就有可能會往鋸子這邊靠了。所以你如果覺得壓力不夠，你去調整螺絲哦，那相對的這一段距離本來1公分，你可能就要加大一點，加到2公分哦。我這樣壓輪靠過去才不會被鋸子給鋸到。這是要比較注意的地方。我剛剛突然想到，如果我要把夾持力調強一點哦，又想讓壓輪很貼近這個鋸片哦，那有個方法就是使用這種磁性座，把這個主機哦做個限位哦。我用磁力座來擋住這個機器哦，這樣我就不需要擔心說它的夾持力太強哦，導致它往鋸片這個方向靠。這是一個變通的方法。再來測一個比較硬的木頭，這個是非洲柚木，那木頭也比較寬了。那這時候就要調整它這個墊圈，我放個墊圈進去。
要轉換到這種寬料，在設定上也很快哦，就 U 型鐵塊插進去哦，就可以快速轉換厚度。我摸起来是沒有斷差，測起來的效果我覺得還不錯，一定比我自己切的好多了。那尤其我現在的鋸片其實算很鈍哦，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再切這一塊櫻木看看哦，這個是紅橡木。那現在我切的是白橡哦，那鋸片又很鈍哦，這時候我就必須輔助一下哦，要推送一下木頭。那這時候壓輪的作用哦，就是除了輔助推送哦，那還可以把這個木料確實的貼緊這個靠板。就算在這個帶鋸片很鈍的情況下，這個壓輪哦就可以充當一個壓緊器，只是我們就必須要輔助一下，把它往前送，那它推的才會比較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就算它鋸片很鈍哦，它切出来的這個厚薄度哦，也是很一致哦，都沒有歪斜。那可以看得到我這個切起來都有膠痕嘛，因為我現在這個鋸片哦，真的有點鈍了。那白橡硬度又很高，不過它還是有辦法切。不過當然鋸片鈍了還是要換啦。經過我剛剛測試下來啊，大家應該可以看出這台機器的操作性哦，其實是蠻容易上手的。在安裝還有調校上面，其實都很容易。我可以調整壓齒的緊度、壓齒的位置、送材的速度。在木材的厚度懸殊比較大的時候，可以通過 U 型的鐵塊快速的調整。在鋸片很銳利的情況下，是不需要我們人為去干預的，我們只需要最後去接料就好了。那如果在鋸片很鈍的情況下，你捨不得換哦，其實也還是可以繼續的使用。它就可以充當一個壓料器哦，可以讓木料很穩定的貼在靠板上。我們只需要稍微去幫忙推一下哦，它一樣可以切出很漂亮的平面哦，只是它的切割效率就比較低哦。當然最好的情況下，鋸片還是保持銳利是最好的哦，這樣對機器馬達的損耗也比較小。我開箱的這一台，它的型號是 F02， 它適用的帶鋸機尺寸哦是17寸到24寸之間。那如果是小於17寸哦，不確定可不可以使用哦，就可以把帶鋸機的型號傳給我。那我再去幫你詢問官方了。那這台機器因為是外銷的品項，所以我之後如果有開團購，它的交貨期大約會是1個月。我也會把團購的表單放在這部影片底下資訊欄以及留言處哦。表單內也會有比較多這台機器的參數，還有預計的團購價格。那如果對這台機器有興趣，想一起參加這次的團購啊，就去表單填寫咯。那依據我的實際體驗哦，我真的覺得太晚入手這台機器了，對我而言是真的很實用了。像我之前自己在剖料啊，其實除了安全問題以外啊，遇到最大嘛就是說我在推送的速度啊，還有我壓齒的力道，其實都沒有辦法很一致哦。所以切完之後，這個鋸路很容易就歪掉了，那木板容易切的大小頭或是上下偏差很多，導致額外的損料。更嚴重的甚至就是整塊木板就切壞了。那其實這台機器的價格也就是幾塊木板的價格而已我覺得是很值得投資的一個配件那另外這台機器它有2個電壓，一個是110伏跟220伏在填寫表單的時候，你就要選擇你需要的電壓那如果要說這台送料機有什麼缺點老實說我其實是想不太到它有什麼缺點。那因為這台機器已經是這廠商做到最小台的一個送料機了
所以如果小於17寸哦，可能不一定可以支援哦。這應該是我覺得最大一個缺點吧。不過老實說，小於17寸的帶鋸哦，要拿來剖掉其實也是蠻困難的啦。所以廠商沒有做到更小的，我覺得應該也是有原因。另外，這台機器附的底座，如果不符合你現在的小機型哦，其實就我而言哦，只要通過很簡單的改裝哦，一樣可以用在你的機器上面哦。可能就是在底座上面哦，再另外加一塊鐵片哦，讓主軸鎖的位置哦再往後一點哦，就可以解決支援的問題哦。那如果對這台送吊機有其他的疑問哦，也可以在影片的底下留言告訴我。好，最後別忘了，如果你喜歡的影片，別忘了點讚、留言、加分享。這小小的舉動哦，可以讓我的頻道發展得更好哦，我才能有更多的心力哦，繼續拍影片給大家。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嘍，拜。